大家好，这里是不穷游的老石。我们今天已经是苏州打卡游的第3天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一处景点儿虎丘，号称吴中第一山的虎丘。我跟别人请教过哈，干嘛叫山？因为这个虎丘本身呢只有大概30多米高，海拔只有30多米高，然后但是也被称为山，是因为这里主要都是大平原嘛，平原地区，然后真正能够有一个丘陵，就已经大家觉得好了，谢谢。有一个这样子的丘陵就已经很开心了，然后已经把它视作一座山了。可以看过去啦，现在已经是在这个景区里边，真的四处郁郁葱葱啊。这个每次到了南方，然后尤其又潮湿湿润，然后满眼的绿，每次看到这么绿就觉得好舒服。这个它现在叫断梁殿，但是呢也是整个的这个寺的2山门，所以设计的很独特。这座山门整体由木结构制成，都是榫卯结构的，里边没有用到任何的金属，而且它的设计造型非常独特，好像孙悟空啊！憨憨泉，看看他们俩的头，嗨。这个憨憨泉相传是公元500年挖凿的，相传为梁时憨憨尊者所凿，大概是公元502到557年，泉水清澈。看看这里有憨憨小和尚，还记得我刚刚跟你说吗？憨憨当年是憨憨小和尚，慢慢是憨憨大和尚，然后是憨憨高僧，最后是憨憨尊者。为寺庙里的这个僧众挑水吃。这就是真娘墓。真娘墓据说是真的有其人哈，他是唐代苏州的一个名妓，本姓胡。从小的时候呢，父母双亡，就无依无靠之际，被沦落到了这个青楼。但是因为他琴棋书画无所不能，所以当时在那个青楼里边也是只卖艺不卖身，然后到最后有一个财主买通了老鸨，想留宿在这个真娘的这个房里的时候，真娘得知以后就上吊自尽了，所以也是一个贞洁烈女，虽然是青楼女子，所以当时包括对那个财主后来因为得知了这个情况以后呢，就决定终身不娶，为了怀念真娘的贞洁。然后后来呢，也有很多的名人来给他题字啊什么的。其实整个虎丘呢，刚才我们也说到了，它在这个大平原上哈，突然有这样的一个丘陵的凸起，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据说是侏罗纪的那个时期，然后呢，火山喷发以后，火山岩堆积而成的这样的一个丘陵。最早现在可查的一个历史哈，或者是说法呢，为什么有虎丘这样的一个名字？是因为最早在春秋时期，吴王阖闾就葬在这里，所以最早应该就是阖闾的墓葬在这里，那应该是最早的能够找到的一些典故哈。当时据说阖闾葬下3天之后呢，就有一只白虎，然后蹲在他的这个墓的里，所以由此得名叫虎丘。我面前的这一大整块石头呢，叫千人石，也叫千人座，是唐朝时候高僧在这里讲经的地方。这一大块石头，这是一整块石头，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，这样的一个丘陵的地带，其实虽然呢我们知道哈它是火山喷发然后产生的这样的岩石，但是能够保留成这样的一个形制，也是让人觉得挺称奇的。这就是深宫讲台，
就是说这块大石头就是申公当时那个高僧申公讲经的地方嘛，然后那个就是千人座，那3个字千人座。嗯。太漂亮了。这就是剑池。相传这个剑池就是当时埋葬阖闾的地方啊，阖闾就葬在这个剑池底下。而且呢，当时说有数千把特别好的名剑，然后给他殉葬。所以也曾经有传说说秦始皇为了要获得这些陪葬的这些剑，然后也煞费苦心啊，准备要把它捞上来呀，或者是想什么办法得到这些宝剑。快过来呀！这儿有西施的镜子，快来！看看这儿有一个双井，也叫双吊井。这是当时山上的僧人僧侣，然后来打水吃水的地方。还有一个说法呢，说这个是春秋时期西施曾在此梳妆打扮，我也梳妆打扮一番。其实啥也看不见。这种方式来打水还是挺聪明的哈，省得跑到山底下去，爬那么多的山路还是很辛苦的。从这儿把桶吊下去，虽然拎的时间要长一点，但是比起要跑很多山路来讲的话，还是更方便了。眼前就是这个虎丘塔了，其实你从这儿能够特别清楚的看到它是斜的。走吧，我们去虎丘塔。眼前的这就是虎丘塔了。哦，真的是斜的。哇塞，真的斜的还挺明显的哈，我还以为只有一点点，真的挺明显的。说起来，在那个年代，后周时期，到宋朝这个年代，能够建这样的一个砖石结构的这么一个塔，实在太厉害了。而且有47米高，就接近50米高，50米高就有16层楼了，对吧？有16层楼的这样的一个高度，哇塞，太厉害了！虎丘塔向东北偏北方向哈有一个倾斜，塔顶离中心大概会倾斜2.34米，最大的倾斜角度是3度59分，所以也被称为中国的比萨斜塔。虎丘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能够证明苏州究竟有多么的古老。因为这个虎丘塔是建于5代后周时期的，然后建成于宋建隆2年，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塔呢有7层8面，塔高47.7米。这座塔斜而不倒，所以显得它特别的珍贵。由于在全国也就仅此一例吧，在中国是没有其他这样子的这种斜塔的，所以无论是在建筑科学呀、造型艺术啊，或者是历史研究上，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所以虎丘也是苏州2500多年沧桑的见证。我们今天玩的非常开心，刚才在那个虎丘塔那边觉得这个塔让我们也觉得挺震撼的，难得有这么耐看，就是你看它真的特别的舒服，你有觉得吗？在那个塔那儿是吧？然后呢，慢慢的这一侧吧，人也不是特别多，你看就这样，特别潮湿，特别湿润。树也是春天嘛，所以树都是这种嫩绿的颜色。慢慢的这样悠哉的走下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景点去下一个景点喽。